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亲子书房练习曲。这次的分享灵感是来自我阅读9宫格写照术之后的家庭实践哦。我把书里很棒的概念调整成一个我们小学生也能马上就手的9宫格小作家方法，希望可以帮助孩子更轻松地开始写日记、写作文。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很奇怪？家里那个孩子啊，明明就很会说话，讲起故事来活灵活现的，超级有趣。可是，一旦叫他拿起笔要写作文哦，他就好像瞬间当机一样，眉头皱了紧紧的，完全不知道第一句话要写什么。真的，这我相信是很多爸爸妈妈共同的烦恼。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孩子写作的时候到底在烦恼什么。然后我会介绍一个真的可以帮助他们的好工具。其实问题的根本常常不是孩子的国文不好，而是他们少了一个好用的思考工具。你看，孩子们卡住，通常就是3个原因。第一，就像这团毛线球，脑袋里的想法太多太乱了，根本不知道怎么整理。再来，就像这个看不懂的路标，事情发生的顺序都搞不清楚，要先写什么？最后就是写这件事本身对他们来说太抽象了，不像讲话那么有画面感。那该怎么办呢？别担心，我们今天的主角就要登场啦。它就像一张可以把孩子脑袋里的故事直接画出来的蓝图。我们要做的事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写作文这个听起来很可怕的任务变成一个好玩的游戏——填格子。我们要跟孩子说，这个不是功课哦，这是我们的故事蓝图。这个9宫格可以把复杂的想法变简单，把抽象的感觉变具体。这样一来，孩子就再也不用一个人面对一张空白的纸发呆了。这个方法的核心精神真的超级简单，就是把最重要的主题放在正中间，然后所有故事的材料都围绕着它。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孩子在动笔之前就能看到整个故事的样子，心里会有一种很踏实的安全感。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步一步来看看要怎么引导孩子盖出他们自己的故事蓝图。首先，第一层是故事的基本材料。我们先从最中间的主题格开始。你可以很轻松地问孩子：今天发生这么多事，你最想写哪一件呢？决定好主题之后，我们就把上面这一排的3个格子填满。故事里有谁，在什么时间，还有什么地点发生的呢？好的，第7打好了，接着我们来盖故事的主体，也就是中间这一排。从左到右分别是起因，事情是怎么开始的；中间是过程，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最右边是结果，那这件事最后怎么样了？你看，这3格串起来就是故事最主要的骨干了。最后一步，我们来为故事加一点灵魂，也就是最下面这一排。这排要放的是孩子的感受，你那时候心里觉得怎么样啊？还有他的收获，就是从这件事情你学到了什么，或者发现了什么。把这2个填上去，整个故事的蓝图就完成了。是不是所有东西都看得一清二楚了呢？为了让大家更容易上手，这里也提供一些温和的引导问题。比方说，要找主题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今天所有事情里面，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件呀？在讨论过程的时候，可以引导孩子讲出2、3个关键的动作就好，不用太复杂。最重要的心法就是我们用提问代替指导，让孩子感觉是他在说故事，不是我们在考试。光说不练不够，我们直接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看看这个9宫格用起来是什么感觉。这是一个关于在下雨天找到一条橡皮筋的温暖小故事。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故事的蓝图哦。故事的主题是雨天的温暖礼物。故事里的人物有我、妈妈，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橡皮筋。时间地点呢是放学后的回家路上。好，故事的起因是我手上的橡皮筋不小心掉了。那过程呢，就是我停下来找，妈妈还问我为什么要找。最后结果是我们一起找到了。那我的感受是什么？一开始很紧张，找到后变得很开心。最后的收获是原来替别人准备礼物是这么棒的事，而且被妈妈理解的感觉真的好温暖。
你看，一件生活小事就这样变成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了。那格子都填好了，要怎么变成一篇文章呢？来，这里有一个超级简单的3段式结构。第一段开头就把时间、地点跟主题组合起来。第二段中间就来描述起因和过程。最后一段结尾用结果、感受跟收获来做一个漂亮的总结。你看这个架构是不是很清楚？它就像一个魔法公式，可以帮助孩子很自然地把9宫格里的这些关键字串联成一篇结构完整的文章。这样一来，写作就不再那么神秘了。好了，方法学会了，最重要的当然就是练习了。接下来我会提供一个4周的家庭实践计划，让你可以背着孩子一步一步把信心建立起来。我们可以把这个计划想象成一张4周的冒险地图。这趟冒险的目标很简单，就是陪孩子慢慢来，一步一步的累积写作的自信心。最重要的是让这件事变得很好玩。好，这是我们的4周计划。第1周目标超级简单，只要陪孩子把格子填完就好，完全不用写文章。真的，只要能把一件事拆解成9个部分，就已经是大成功了。第2周，我们试着把每个格子变成一个简单的短句子。第3周，可以开始用一些然后、接着、因为这样的连接词，把句子串成一小段话。到了第4周，你可能会很惊喜地发现，孩子已经能完成一篇小短文了。那时候，他自己可能都会很惊讶地想：哇，原来我会写作文呢！最后，我想说的是，这个9宫格啊，它真的不只是一个写作技巧而已，它能带给孩子的是一个更长远、更重要的能力。所以9宫格其实带给孩子3个很长远的好处。第一，它像一个盾牌，用填格子的确定感去取代面对白纸的恐惧。第二，它像一张蓝图，帮助孩子建立起对故事结构的直觉。但最重要的是第3点，它培养的是一种整理思绪的能力。这种组织跟表达的能力是孩子可以带着走的，会陪伴他一辈子。如果你喜欢这类阅读之后的家庭实践单元，别忘了订阅我们的亲子书房练习曲。让我们每周都一起陪伴孩子，成为更稳定也更有力量的小小学习者。